Esto no va de política. Yo tengo muy claro que tengo que pagar impuestos en mi país, no me importa. Tengo muy claro que me van a quitar el dinero de mi trabajo, no me importa. Pero quiero una sanidad justa, ¿vale? No que vaya a un hospital mi mujer a hacerse una prueba y la den un año. La den un año de espera, ¿vale? ¿Esto por qué viene? Porque nos estamos gastando el dinero en esto. No lo quiero. Quiero el dinero que se gaste, el dinero de mi trabajo y el dinero de mis impuestos, no es para que esta gente coma, ¿vale? Es para que yo tenga una carretera en condiciones, un hospital en condiciones y se los atienda en condiciones. No ahora que les están atendiendo mejor a ellos que a nosotros. 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30号，9月的最后一天啊。那么本来呢，今天我想给大家聊的是泰国。虽然我们决定最后不去泰国旅居了，但是呢，之前啊对泰国我们做了很多的功课，比如我们想去哪一个城市，我们分析了各个城市的一些优点和缺点，还有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城市。但是呢，最后呢就不去了。但是做的这些功课呢，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分享给大家的啊，所以只能等到下一期吧，因为今天这一期的内容更重要啊。那么今天我们聊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在西班牙的政坛啊，为了这个移民的问题，左派、偏右派、极右派啊，这个党派呢，双方大打出手啊，异常的激烈，你来我往啊。这个激烈的程度呢，就远超过啊，我觉得比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坛啊还要激烈啊。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动刀动枪，对吧？但是就是在这种媒体上啊，还有就是大家这个语言上啊、提案上讨论的这种激烈的程度上啊，那是非常的激烈的啊。那么这当中有什么呢？我看了所有的新闻啊，我也翻译了一些，我来和大家分享。那么最让我看到觉得重点的就是一个呢是极右派的党派现在提出了要废除扎根居留啊，就是废除这个把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居留的形式，彻底终止。然后呢，中间偏右派啊，他们呢就支持，他就站在这个极右翼的这个党派上支持。左派嘛，当然是反对，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中间偏右派呢，他们提出了什么呢？他们提出的就是要对所有来西班牙的移民要进行像加拿大、像澳洲啊、像美国这种打分的形式啊。但是呢，左派提出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打分啊，把人打分就是一种歧视啊。然后左派呢提出什么呢？左派提出要迅速的把50万的非法移民迅速的把他们给合法化。所以啊，就是双方啊，这个你来我往，异常的激烈啊。好吧，废话也不多说了，因为现在传闻很多，我呢把最官方的新闻啊，官方的态度解读给大家，并且最后呢，我也会讲一下我的一些预测啊。首先呢，就是人民党啊，人民党就是 PP 党啊。PP 党呢，在国会中强化其移民政策立场啊，并且与极右翼政党 VOX 携手推进啊。这个 VOX 就之前说要把那个所有的这个700万的移民赶走那个啊。本周二，人民党议员投票支持极右翼提出的法案，旨在限制通过扎根政策对非法移民进行身份合法化。该法案呢，以168票赞成、177票反对的结果
未获通过啊，大家松口气吧啊，未获通过啊。当然了，这个也差了有接近9票，对吧？9票啊，9票的话，占这个当中比例很小，就很接近了啊。但是呢，没有通过啊，所以就是外面说通过的那些，大家可以暂时不用那么担心啊。但此举实为阿尔贝托·努涅斯·菲霍的战略布局啊。这位反对党领袖与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在众议院联手，就该议题采纳了接近极端派主张的论点啊，就是说这个 PP 党对吧？就中间偏右党，它的这个战略啊，就是虽然不通过，他可能知道这一次不通过，但是呢，我也要站在这个 VOX 党上来支持他，是吧？就表示他们的态度，或者说这种做法呢，就是让民众啊对他们现在的这种表达呢就支持啊。因为如果他比如说过去他们一直是站在那个左派的，对吧？就是这个 POSE 党现在的执政党，那么民众呢就过去呢对他们是表示支持的，但是呢他现在发现啊这个右派极右派的这种声浪越来越响了，像这个 VOX 对吧？就民众民意支持 VOX， 所以呢他呢也要就是顺应民意，对吧？因为他也想执政啊，所以他就支持，他希望能获取更大的民意支持啊。这个对人民党来讲呢，意味着背叛了西班牙主教会议的要求啊。这个会议呢，敦促各大政党立刻推动针对50万移民的全面合法化进程。这项通过公民立法倡议 ILP 获得批准的法案，1年前在人民党的默许下进入审议程序啊。而人民党当时承受着来自教会的巨大压力啊，就天主教慈善机构卡里塔斯是该倡议的签署方之一。就是1年以前，2024年，他们当时通过了一个说要让这个50万在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吧，生活在西班牙的这个非法移民要能够全面的合法化。那么当时呢，这个中间偏右党，也就是这个在野党，这也是最大的在野党，就这个 PP 党，他呢是我前面说了支持执政党的，对吧？他说要通过要通过。当然了，就是他之前的这个是有教会的压力在因为教会天主教慈善机构，对吧？是以仁慈以众生平等，对吧？这种态度。那么他现在呢，就等于是转向了审议一项法律提案是启动议会立法程序的第一步。人民党承认 VOX 党提交的关于修改西班牙外国人权利与自由及社会融合法的修正案，旨在限制通过扎根政策对非法移民进行合法化，将移民定为罪犯。但同时他们辩称周二的投票仅是审议程序的第一步后续还有漫长的立法流程。不过他们确实希望在国会开启这场辩论，尽管后续讨论中可能会提交修正案修改文本。无论如何，由于投票因未获足够票数而流产，人民党即使明知会
失败仍坚持表态。这个我前面说了啊，就是其实差9票已经很接近了，对吧？那一旦通过的话，那么对于这50万人来讲，啊，对于现在又跑来的这些想拿扎根居留的人来讲，那就要变成大灾难了，是吧？但是呢，就他的表态就意思什么？就是人民党的态度转变了，啊，就不支持这些移民合法化了，对吧？所以后面啊，就像我之前一直在很多视频里面我就讲了，整个世界将向右转啊，欧洲也会向右转，西班牙也会向右转啊，就我当时的很多分析，对吧？我之前都说过，老的观众都知道啊。人民党议员马里贝尔·桑切斯在议会发言时指出，政府已放弃捍卫边境，非法移民泛滥成灾啊。这句话多么的熟悉，对吧？啊，就上次这个川普啊，在那个联合国发言，批评欧洲，就说了啊，就说边境，对吧？他就说你们开放了边境，我当时就说了，这个就是一个政治语境，这个并不是就是说他拿这个，因为人家有现成的法律，就你不管是英国还是现在的西班牙，他们是有法案支持非法移民，就通过什么扎根法案合法化的，他并不是说像川普那种语境里面说的，就是把这个边境大开，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个议员他现在这句话就完全是和川普的在联合国的发言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发起的这个提案的时间啊，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的时间，也就这么巧，就是川普刚在联合国批评过欧洲的政策，他们就趁热打铁就来了，对吧？啊，所以我一直就说，川普他带动了这个关于移民的这个方向的转变。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此地不容啊！他强调，为保持政策一致性，我们同意开启这场辩论。作为西班牙民众第2大的关切议题啊，就是这个移民的问题呢，现在已经变成西班牙民众第2大的关切议题了啊！人民党绝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我们也要明确表示，拒绝任何仇恨言论。这位人民党议员在议会讲台上补充道啊。周二辩论结束后呢，人民党投下赞成票，标志着该党向极右翼政党 VOX 的意识形态框架迈出新的一步。VOX 在提案中坚持将外国人与性犯罪行为挂钩啊，就是把那个外国人就说成是罪犯嘛，其实就是川普的那一套口吻啊，一点都没有什么改变，就直接就搬过来了。极右翼政党提议修改移民法及相关条例，收紧移民获取工作许可的条件。该提案与近期立法修正方向背道而驰啊，后者旨在消除障碍，使在西班牙生活工作的外国人摆脱无证状态带来的隐蔽性与不稳定性。那么在2024年啊，他们就说2025年西班牙要更进一步的放开就是对无证移民，就是非法移民转变成合法化，对吧？所以2025年才有5月20号以后的就是扎根居留少了1年啊，或者说政策的一些变化呀，就便利化，对吧？便利这个移民合法化。那现在的做的就是反方向，对吧？就是在移民这条路上是在向右转，是在倒退，对吧？ VOX 党提议扩大驱逐范围，这一想法今年夏天就曾由飞火提出，
此前该党在7月党代会上面通过新的意识形态纲领中，已包含了更强硬的反移民立场。在极右翼的推动下，人民党在此问题上逐步强硬的立场已持续数月之久。此次投票前一周，多项公共及私人民调均显示 VOX 的支持率飙升，而人民党支持率则停滞不前啊。这个也是人民党就转舵，对吧？转方向啊，因为 VOX 党啊借助着全球向右转、川普向右转的这个政策，对吧？包括这个欧洲很多个国家啊，像加拿大、像那个亚洲的日本，对吧？都在转向。英国、澳洲，对吧？都在转向。那么 VOX 党就觉得风向变了，对吧？啊，那作为这个人民党，他也想执政呀，是吧？所以他一看这个样子，他肯定要偏向啊，但是呢，他还是想保留一点，他是想两边都要啊，就是左派的这些人他也想要啊，所以他说不要有什么仇恨言论啊，但是呢，民意的方向再往那边变，他也要顺着往那边变，对吧？这个文本的关键点之一呢，他们试图将外国人居留中心的居留期限从最长60天延长至180天啊，理由是驱逐渔民的困难之一呢，在于案件完成后难以定位他们，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原籍国通常不愿意接受本国的公民啊。与此同时呢 ，VOX 党继续将打击移民作为主要旗帜之一，正如该党在本周末的大型集会上所重申的那样，现在更将重点放在所谓的保护妇女上啊。他们就是要把那个外国人拘留中心，对吧？就如果你发现你是非法移民啊，他要拘留你，那么他要把这个时间从拘留你最长60天改到180天啊，因为60天最长，把你给放了以后，可能你逃到别的地方去，逃到西班牙别的地方去了，对吧？他也没法去抓你，是吧？他给你关到180天啊，那就是说他整套工作完成，就直接把你给送走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目的啊。但随后呢，他们却拒绝支持实现男女平等的法律啊。巴斯克民主党议员米科尔·莱加达在讲坛上如此指责道，并指控 VOX 党曲解妇女权利啊！你们不想要自由的女性，在你们手中，女性处于危难之中危险之中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议员卢克·安德烈·迪乌夫沿着同样的思路继续说道啊，工人社会党就是现在的执政党啊，所有执政联盟的政党都表示反对，其中一些政党啊，如比尔杜和埃斯克拉啊，利用全体会议的机会呼吁解除对移民合法化的人民立法倡议 ILP 的阻挠啊。今年6月，在该议题被搁置数月后，政府重新启动与各党派的谈判，优先考虑对携带子女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实施灵活的身份合法化政策啊。但中央行动单位 UCO 关于前社民党组织秘书桑托斯·萨尔丹的报告再次阻碍了谈判进程啊。那么他们现在呢，就左派就攻击这个极右派，对吧？啊，说你们就不想要这个自由的女性啊，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左派比如说提倡的一些什么 LGBTQ 什么同性恋啊合法化，还有一些什么
女权主义啊，对吧？反正这些东西就是说，也是，尤其是在欧洲吧，是大家特别重视的，特别在意的，啊。那么，尤其西班牙，对吧？西班牙其实它过去的历史上，就有一段时间女性也是很黑暗的啊，就活得非常的没有自由啊。所以呢，就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反击的一个好的一个出发点，对吧？并且呢他们也说，对吧？要快点就是对这个 ILP 就是移民合法化，对吧？去年已经大家通过了呀，那怎么还要阻挠呢？对吧？所以就要希望大家快点通过就不要再阻挠了50万非法移民等着呢，对吧？这个呢，就是右派他们的这段时间的一个对扎根拘留废除他们做的这个斗争他们做的这个提案然后呢，左派就马上出手了因为左派现在是执政党，对吧？也不是吃素的而且左派手里呢也有一些优势这个最后我分析的时候会讲。我们先看看左派怎么反击的也很精彩。面对人民党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苏骂党敦促工人社会党立即为在西班牙生活工作多年的50多万外国人办理合法居留手续这个苏骂党是左派的一个小党那么他敦促工人社会党，就现在的执政党那么工人社会党，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我左派还有其他的联盟党，对吧？要敦促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不是亲自提出，对吧？他有这个下面的一些其他人来提出，对吧？2024年4月，西班牙国会除了 VOX 党外，所有的党派都支持受理了由900多个组织提交的公民立法倡议 ILP 但该倡议目前因多个政党的要求而受阻，鉴于该法案无法推进，且未在近期受极右翼主张主导的政治辩论议题上采取攻势，苏马运动协调人拉拉·埃尔南德斯于周一在记者会上呼吁在10月底前通过正规化法案。就2024年4月就除了 VOX 党一个极右派，对吧？其他的全都是通过的，对吧？是同意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站出来反对了所以这个就卡在那儿。数个小时前呢，第二副主席约兰达·迪亚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诉求，但未设定具体期限。我敦促政府立刻启动合法化辩论党内消息人士透露，联合政府内部正在协商通过颁布法令的方式推进该措施，以避免提交众议院审议就是他们这个应该是一种更希望就是说更简便，对吧？就不要通过审议了因为他们觉得有压力如果又要众议会讨论什么的，可能现在不一定能够通过阿尔南德斯在为提案辩护时强调，应对种族主义需要实际行动。此前，他将人民党领袖阿尔贝多·努耶斯飞火与地方大佬们周日共同举行的莫尔西亚宣言发布会斥为种族主义密会。人民党的文件包含了该党在此问题上的战略方针，他们将此作为新的核心政策议题。我们联合行动要求在10月底之前
批准对50多万人进行特别身份合法化。面对人民党和 VOX 党可悲的言论，我们要求让50多万人成为享有完全权利的公民。苏马运动领导人倡议。该领导人指出，具体实施方案需要在文件中明确。面对记者的提问，他重申技术问题无关紧要，并强调在他看来，这本质上是政治意愿问题就是这个苏马党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是说首先他先批判了这个人民党，就是在星期天这个穆尔西亚宣言。这个人民党星期天呢，他发布了什么呢？他发布了一个就是说要对西班牙的移民进行一个考分这个考分包括很多议题就比如说你的语言要达到什么程度你的融入程度要达到什么程度，并且呢，就是你对法律什么的了解度反正就是要对你进行评分了。这个可不是针对就是新的所有的移民就你未来要续签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搞一堆的这种，他都要提出，就这个人民党的这个领袖但是呢，他也反对，就是说 VOX 党之前说的把什么700万人全部都赶走，对吧？那么他呢就采取了一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看起来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呢又是和川普在联合国的发言也好，或者说美国正在举行的这个 H1B 的这个政策改变也好，就是这种方式吧但是呢，现在这个左派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人提出呢，他说技术问题无关紧要快点把这个批准要让50多万人享有完全权利这个技术问题无关紧要，我觉得也有点夸张了，对吧但是他就意思他们有点急了，我觉得他有点急了并且呢，他就是说这个就是政治意愿问题就你想不想干的问题，你别跟我说什么扯别的东西，对吧该议案呢在国会已搁置数月，尽管政府曾在夏季前试图推动议程，并重启与各党派的磋商，但塞尔丹案的爆发阻断了所有进展。最初由公民立法倡议 ILP 引发的共识，部分得益于天主教主教会议和慈善机构等跨党派机构对人民党的施压，正逐渐消散这个前面那个新闻里面已经说过了，对吧？这是一个新的新闻，这是左派的新闻刚才那个是右派的，关于右派提案的一个新闻，这是左派的一个反击的一个新闻。他也说了，他说这个人民党当初同意，也有这个天主教主教，对吧？还有这个慈善机构等一些机构对他的施压，对吧？面对这种局面，政府部门仍有行动空间。数月来，我们可以党一直主张通过皇家法令实现移民身份合法化。该党组织秘书巴布罗·费尔南德斯本周一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先例是2005年，20年以前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政府那是当时的那一届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移民身份合法化，当时涉及50多万移民。该政府于1年前修订了外国人法，以允许此类程序。当时获得了所有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共识。尽管该法案无需提交议会审议20年以前西班牙的大赦，对吧？但20多年以前的那个全世界向左的这种世界环境格局，跟现在，对吧？20年以前那个开放度，20年以前，2005年，中国呢是多么的
蓬勃朝气向这个不停的进行开放，对吧？现在整个世界的方向跟20年以前氛围是不一样的，对吧？周一约兰达·迪亚斯指责人民党提出的计划既不尊重宪法授权，也不遵守西班牙的国际承诺就他们说这个 PP 党提出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年已经批准的东西，对吧？而且这也是西班牙的形象，是吧？西班牙都已经说了你这个拖后腿，对吧？统一左翼党联邦协调员安东尼尔·马伊略当天早些时候在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人民党提出的积分签证制度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要给打分，包含一系列歧视性且违宪的标准，这与极右翼政党 VOX 和特朗普的立场如出一辙这位联合左翼党领袖断言，人民党长期处于绝望状态，一心只想与极右翼政党 VOX 竞争，并预言非霍的政策将适得其反，因为极右翼在他们设定的议题上将取胜。马伊略的将该计划称为愤世嫉俗的体现，认为其残酷且不公正地将移民与犯罪行为等同起来这个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人民党有很多年没有执政了，对吧？所以他也想执政，想当选，对吧？所以呢，他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就点名了川普因为川普说白了，川普在欧洲在西班牙就不是很受待见就因为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川普他也是上台1年，大刀阔斧的进行这样的改革，对吧？1年都未满就现在人的意识还是之前那个意识来自我们可以党的费尔南德斯周一再次对政府提高声调，除了要求立即合法化移民身份外，还要求关闭移民拘留中心，结束种族主义突袭和即时遣返，并废除外国人法这个就是要立即合法化50万移民关闭移民拘留中心。前面那个说嘛，要移民中心60天改成180天，这个要立刻关闭还要停止遣返。那么这个呢是左派的回击现在呢，我要聊一聊我的看法。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左派就着急把这个50万非法移民给合法化。还有呢，就是西班牙它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够就是反这个现在全球的转右的这种方向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全球反右但是全球转右，但是我西班牙就是要向左我就是不鸟你这个川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首先呢，我们要先讲民调。这个民调呢，就是过去几年对这个移民，就对移民这里不包括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就是移民问题在意的呢，只有15%，就觉得他们影响了。现在呢是到20%这个就最新的数据。然后呢，左翼政府呢已经执政了很多年了。这很多年呢，这当中呢也有很多问题，对吧？比如说他们一直说左翼的一些贪污还有说这个现在的这个
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首相的家里面什么，说他老婆什么的，那么他们肯定如果右翼要上台，并且右翼如果联合了极右翼执政的话，那对于左翼的这些政客来讲，那肯定是灾难，对吧？这个首先就是从现有的政治框架上来讲，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要加速这些移民合法化？因为西班牙最大的移民是什么人群？48%，接近50%了啊！就所有的移民里面，接近50%是南美移民。南美移民是跟西班牙同样的宗教信仰，就天主教，同样的语言就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你要去考 B2，西班牙语你考这个 A1、A2、B1 都很简单的，你考 B2、C1 就难了。为啥呢？因为它要考你南美读法讲法就是说同样的发音，南美的发音和西班牙语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它要考你。这个在本来就是已经变化万千的这个西班牙语里面，又要增加一个这样的一种考试，是很难的，对吧？而且你要听得懂哦，这个南美口音这个讲出来的东西，你学西班牙语口音的，你一开始都听不懂所以呢，南美人如果他是比如说是非法的移民，他合法化了以后，通过扎根居留合法化了以后，他只要合法住满2年，他就可以加入西班牙的国籍，就转成西班牙人。那么这批人尤其是50万，包括之前那么多万南美移民，他们一旦转成西班牙人，那你说如果政府选举，他们支持谁？他们肯定支持的是帮助自己成为西班牙人的这个左派，对吧？那左派的势力执政将会延续这个呢就有点像之前那个他们说什么美国也要不停地放移民进来，然后什么什么去投票选举，对吧？有点类似但是西班牙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的因为它这个南美移民，它2年就可以入籍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就左派就明知道现在就这个趋势转变了，但是呢，他们也要放手一搏就肯定要坚持到底。那么他们的成功率高不高呢？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扎根居留到底会不会真的就被废除了呢？他们现在呢，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最新的数据，西班牙的 GDP 在整个欧洲之中呢，排在第1，就它的 GDP 是最有活力的当然了，有些人就说他们什么通过就是非法移民合法化，对吧？比如说非法移民，你说有50万或者再多一点，那么这些人来了要租房要吃喝，要干嘛？还要买工作合同，然后要交税，要干嘛？对吧？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跟他这个移民政策有关，并不是他的真的自己他生产了什么东西有这种说法，这个很难分辨的，对吧？比如有的人说这个是旅游业好，所以增加了工作的岗位。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哪些是买了合同的，跟哪些是没有买合同的呢？因为在
在这个实际的情况里面你是看不出来的，你看到的只是数据，就是这些人在缴税，在缴社保，对吧？但是8月份就是一个数据显示呢，就是这个缴社保的人在减少啊。那么他们唯一的就是说，去年它的 GDP 是目前欧洲最好的。这个呢是一个就是现在执政党现在的左派呢，它最有利的一个啊，并且呢，他也说呢，他说这些人不是来吃低保的，不是来拿福利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要先有劳动合同，然后1年以上以后他失业了，他才有权利去拿失业金。就是他就是说跟那个右派啊唱反调，他的意思就是说右派老说这些人是来拿福利的，怎么样的，对吧？你看没有呀，他们要起码要交1年的税，工作1年以后，啊，第2年了，他们不工作了才能拿失业金，啊，他说80%多的失业金还是西班牙人拿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这边50%的外国人移民呢是南美人。我说了，同语言、同宗教，这些人呢，他不存在的融入问题，啊，就他的融入远比那些什么就南美人如果要跑到美国去，或者说你跑到欧洲其他的国家去，那这个融入就很困难了。一个是英语，对吧？一个是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西班牙呢，它是有能力呢，就是它能规避这些移民的问题的。这个我觉得是它跟其他的欧洲国家或者说其他的发达国家比起来比较有利的一点啊。你说虽然比如说英国过去也有一些殖民地，对吧？但是你看啊，你像香港人跑到英国去，他生存起来的难度跟南美人跑到西班牙这边来就差距还是很大的啊。因为香港人的英语并没有像南美人讲这个西班牙语这样，因为人家南美人就是讲西班牙语，他没有别的语言。香港人还要粤语啊，还要什么中文啊什么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英国、美国，那么西班牙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自己也是一直是一个第1代世界霸主，就在英国之前的日不落帝国，对吧？所以他脑子里面就不会去觉得川普怎么样啊。虽然就现在的西班牙跟那个时候肯定情况是不能比了，对吧？但是他的这个作为他自己的国民，或者说他自己的这个政府的对他的这个历史的这种看法，肯定是的啊。所以呢，他呢也会我觉得就是说会采取一些和其他国家包括就是不完全我觉得向着川普的方向，对吧？去发展的，有这种可能性的啊。但是呢也要看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双方还是在博弈之中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很急于就是通过这个50万。这个50万如果通过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又是左派的这个继续执政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个50万这个法案通不过，那么就麻烦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这个50万非法移民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川普这边会有什么动作，对吧？因为川普这个动作，就像之前他们那个华为，西班牙要买那个华为的那个东西，一个法案，还有就是美国要有那个芯片公司到西班牙来开厂这些事情都本来谈得好好的，然后川普一上台以后，全部都凉掉了都反转了
对吧？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看下去啊，我会关注这个50万的这个法案的啊，及时给大家更新，好吗？谢谢大家。